小燕，你有想我们吗？当然啦。啊，思念总在离别后。对啊，哎，你只是想我们呐，没有想到美食啊。当然有啊。有啊，有啊，那我们就快点上车啦，去找美食。知道了，走，来，给你谢谢。来 ，Let's go。OK， 那你们今天想要吃什么？鸡肉小圆啊，鸡肉啊，我算一下，鸡肉的几率不高，不会。哇， OK，好你神机没有好，算，我算一下。蛮快的。没有。哎，志成大哥，那你想要吃什么？我觉得我今天想吃的是不要太辣的，不要太辣，然后不要炸的，不要炸的，清淡的汤。粥，吃粥，粥。哎，也有可能啊，也不错。饭你比较喜欢吃饭还是面？他不，面。你比较喜欢吃面？对他跟我们唱反调啊。小孩子不懂嘛，跟我们吃的不一样。老人家真的要吃一些比较流质的啊，尤其是天气这么热，你哎吃粥不错哦。那希望今天尝一尝啦，我们吃粥啦，吃粥。OK，来，我们三个一起 OK 啊，我们三个一起开。 1、 2、3。3开呀！哎，我可以讲 ，plastic bag。哎呀，又环保喽！哎呦，现在我们已经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了，又环保。食物有什么可以环保的？哎，这个不是 plastic bag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什么？哦，是这个是那是个那个diapers，不是洗碗的，洗碗的。洗碗的，对呀。不是煮饭的没有？我觉得煮饭的也有啦。哎，没有，那个这个是 apron 啊啊， ，apron。对，这个是放头帘，这个是绑后可是哦面的。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但是为什么这样短呢短哦？哎，应该是给小圆的啦。对要，OK，小只的可以，我穿一下。可以穿。可是可能是他们都不给他进厨房嘛，你要叫他去洗碗咩？煮饭也要用这个吗？可是我这个很难猜，他们哇好像很聪明哦，给我们这个。你知道对吗？啊我们平时吃东西有时会用这个来，像如果我们在吃火锅。螃蟹，我觉得是螃蟹，因为通常你吃螃蟹的时候，他们给这个，然后就加上那个手套，那个塑料的手套，对吗？对吗？对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什么啊？你吃的时候会弄到啊。对，我们看一下第二笼有什么东西。哇，他迫不及待了，他真的想要吃。哎，你很没有耐性的。对呀，我是一个很有没有耐心的人来的。OK 了，来，我们看了会不会是我们猜的螃蟹？好的。啊，一个小蒸笼。是点心，还有什么东西在蒸笼里面的？听一下。 OK，我不想那个声音。如果没有睁开眼睛，我已经啊，对的，真的是玩具这样哦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看是看不到的。对呀，不然我们去开吧。但是开了。点心有什么东西？噔。哎，馒头。辣椒螃蟹。可是我跟你猜对，我已经想说不要给我吃辣椒辣的。奶油。现在不是奶油咯，那还有一个咸蛋的，是近几年比较流行。我有听说过咸蛋螃蟹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螃蟹啊，跟现在吃螃蟹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有家里有拜拜、三生五果的时候，妈妈才会去巴萨买螃蟹，煮熟了跟猪肉啊、鸭鸡啊摆在一起，才有机会吃到螃蟹。你知道我当螃蟹这样吃的嘞，我妈妈对吗？在网上订，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螃蟹，小螃蟹，对，很小的。我拿来那个配饭来吃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每天。那小圆又让我想起，我们以前新加坡，你去这个上巴萨，我妈妈常常会带一个那个承接个那个玻璃罐啊，去巴萨买那个咸的小螃蟹，就是放在酱油里面的腌的，哦，可是小的啦，对，然后我们来配粥咯，可以直接吃了啦，可以，没有，它是活的，去腌，来吃了肚子不会太腌制的方式哦，这么久以前就有了。然后希望今天有机会吃到腌制的螃蟹，因为我没有吃过。我也是。你有没有出远门？你有没有出远门？远门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出远门出国啊什么的，千万不要吃这个哦，千万不要吃哦。除了你的胃
已经对这个腌制的螃蟹有免疫力，你就尽管吃吧。啊，我觉得我们这样会说不完的，我们可以说到我们刚好到第一站，我们流口水了。我们3次课现在又去吃传统美食了。哇呀！哇，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啦，来没有其他地方了。应该吧。来，哇，好熟悉的地方，哇，这里有灯笼嘞。猜对了。 OK， 我们走，吃海鲜，对，往那里走。哇，这是在哪里？哇，我们不会在外面这里吃吧？哇，不可能，很热很坦热。白跟你们说哈，我年轻时候这里常来的，我是他们的牛肉火锅。 OK， 哎哇，这里，对，上去上去。是这里上哎，去。现在改了哦，真的啊？呀，不一样了。以前都是在这边吗？哦，现在改了。哦，我们是 VIP。 VIP 才在里面吃。哇，饥肠辘辘等螃蟹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师傅有用心啊？这个摆盘真的很美。对，很漂亮。我觉得他放了很多心思去把它摆到很美。你最爱的这个钱。顾客点餐过后，我们就马上选螃蟹，先砍，洗净后放一边。接下来就要开始预备酱料了。先把大洋葱、香茅、蓝姜、黄姜全部切细，然后就放入搅拌机搅碎备用。栗子也要先穿烫了，再搅拌成颗粒状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炒酱料了。先爆香已搅好的小葱、蒜头、栗子，一定要炒到金黄色，它才会有口感，才更香。然后就把已经夹好的大洋葱、香茅、蓝姜、黄姜全部一起翻炒，最后才加入古来的红辣椒，大约炒45分钟到1个钟头，它才会香，才有口感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辣椒螃蟹是我们的国菜，而且辣椒螃蟹呢，还是螃蟹界的第一把交椅。哇，说到吃我们的国菜对吗？哎，他们都说哦，如果你来到新加坡，你没有吃到辣椒螃蟹，不代表你有来到新加坡。对，所以我们一我知道。定要吃。我的台湾朋友一来，他就说：“大哥，你什么大菜都不用请我吃，就请我吃辣椒螃蟹。哇，对呀，因为我平时吃的螃蟹对吗是没有壳的。有螃蟹没吃有壳的吗？哪种螃蟹是没有壳的？对呀，我猜是我妈妈帮我拔的给我。那你今天有带你妈妈来吗？因为你也是带他妈妈来蓝的剥壳的，你没有觉得今天的是什么螃蟹？辣椒螃蟹咯，那我所以你今天不可以吃辣，因为你刚才讲你不要吃辣的嘛，所以我们帮你吃了。谁说的是？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今天想吃的是不要太辣的，不要太辣的，不要太辣的。这个辣椒螃蟹例外，很多事情都有例外的。对。 OK 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了。来吧，哇，那个蛋花很多，哦，哇，诶，哇，今天的够辣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酱不是给我们这样喝的，是要馒头来沾这个酱。我觉得配馒头吃是最好的，因为就不会很辣了，呀。而且那个馒头又不会很硬哦，但是外面就比较有脆脆一点，因但是为炸过嘛，对吗外面是脆的，因为炸过嘛。我吃一下看看。就新鲜炸出来了。我想拿出来啊！哦我看一下，哇！我就拿这个吧。小燕，你为什么会选那个部分？你知道在超市他们会有卖这个假的螃蟹啊，假的螃蟹。啊，对，对 crab stick，为什么？对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对，那个 crab stick 就是从这边来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被骗了。江来的鱼浆。crab stick 里头是没有 crab 的。对。是谁跟你讲 crab stick 里头有这个？我问你，所以这个故事我被骗了，我跟你我被骗讲了。他也有一点小聪明，因为他拿这个部位呢是比较靠近嘴巴那边的。哦，是吗？所以它的这个角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大一点的，所以它里面的肉呢是比你这个少一点。你最厉害哦，你对啦，这个肉最多这个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们相反，我拿你会拿哪个这个，为什么？你
最厉害哦。对啦，这个肉最多这个。但是呢，我跟你们相反，我拿你会拿哪个这个，你们为什么这个，哇，你看，这边的螃蟹的脚哦比较瘦啊，这边老实讲没有什么肉，可是你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肉。全部，因为它划水，这个后面叫划水，比较后面，划水后面，因为他们用那里比较多那个肌肉，那个肉会比较多，而且它的肉很厚实啊，因为一直在用嘛，一直在用。对，哇，哇，肉嘞 not bad 哦，哇，可以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全部都是肉？哦吼。应该选你的那个。满嘴都是螃蟹的香味，肉香味。对。可是我看小圆吃起来没有很得心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了把这个给你，你吃这个，我拿多一个，真的。我看到你在那边一直挖那个小的肉，这个不是 snow crab， 里头那个肉不会有很多。螃蟹对吗？会有很多那个水啊，juicy 啊，很 juicy 啊，那个水分很多。OK， 会很干对吗？会有一点嫩吧。嫩啊，对嫩就有。其实如果你讲猪膝的话，是很多汁，它对是没有很多汁，是因为它的这个螃蟹肉很厚实，吃起来有点软，有点嫩，所以这个螃蟹真的是很难得的一只螃蟹，很新鲜。它也是很新鲜，对，那我刚刚很新鲜。咬了一口哦，我觉得它煮的刚刚好。你看它的一丝一丝的，你这样看起来也是。哇，你看一丝一丝的，左右两个很厉害哦，把这个大钱都吃完了。肉全部都要吃吗？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沾下去的时候，你吃哇，那个螃蟹的肉加上这个酱哦，真的是提味道。然后呢，那个味道就在你嘴巴里很浓啊，又很香。那我是我的话，这么好的螃蟹，我就是酱不要沾太多，我就是吃它的这个螃蟹的肉香味才会出来。哇，这道辣椒螃蟹在这间餐馆50多年来都没有改变，唯有改变的就是我有加了一点小葱和那个栗子，因为小葱煮出来会比较香，栗子有它的口感，其他的都没有变，保留传统的味道。哇，那个壳，这个我用这个架起来，你看，非常吃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吃膏蟹的话啊，这个是不能够让给朋友的，自己喜欢的话就留给自己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吃太多，因为胆固醇比较高，所以呢，我帮你吃了。不要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你不会觉得看你不会觉得他已经认主了，高脂肪，不是有一点很多胆固醇。你放心是吗，我一向都很会照顾我的身体。我前几天才去做身体检查，胆固醇非常的好。 OK 对， OK， 啊，可以，这样小心，OK，啊，对不对？一人一半。哇，真的吃的很饱哦，吃到很爽哦。是啊很有饱足感。来，小心。 ，OK， OK， 我们上车 Let's go，Let's go。 OK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对刚才吃那个香辣的那个辣椒螃蟹啊，你看满口香辣味道，对挥之不去啊！现在还有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肉蟹，哦那个肉你看有出来哦，雪白的，多么新鲜！而且那个酱哦，真的，你看，带着有点辣辣的味道，而且又甜甜的哦。那我们下一道菜要吃什么呢？他问今天觉得很奇怪，他的今天好像对。我没吃早餐，你不可以怪我，不是我没吃早餐。他很迫不及待想要他可吃下一道，能肚子里面有蛔虫。有可能他真的很喜欢吃螃蟹，所以可是没有，我们下一道可以刚刚什么吃完吃饱，这么快就要伤脑筋。很喜欢吃，可是不会吃螃蟹啊。对，很喜欢吃我跟你讲，可是不会吃我跟你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你开了，你开了，来吧，好啊你不要冲动嘛。 1、2、3的。哇，这个很有趣哦，这个应该是沾了什么粉，然后拿下去炸。哇，这个有一点像，而且它这个是用滑水那边的，
一只一只的，有啦，不是那个钱也有，那这个部分是要钱，它用整只啦，整只它是螃蟹炸过的。可是这个是它用了什么调味料？重点是它用了什么调味料？一定是这是那个像脆粉哦，因为它如果用什么其他的不可能单是脆粉，麻辣粉，麻辣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因为我有吃过这样，你有吃过？吃过。哇，真的哇厉害多谢了你，厉害我们就不用猜那么多了。对，它的我不恐怖，我可以。你看它的我猜， ，OK，如果是炸的话呢，用油炸的话，就是用那个蟹钳，然后再把壳去掉，然后它的肉用一些石料泵是怎么样的，就是脆脆的东西把它包在一起，然后拿去炸。我吃过这样的，但是这个我没有。你很奇怪哦，你没吃过那个东西的。有可能我它这个知道没，有，它就是这样啦，就是聊以自慰，聊以自慰可。是你问我有没有吃过炸的这个螃蟹，我只能说就是 soft shell crab 炸过了。它是接近于有一点炸到像褐色的那种东西，叫是浅褐色、金黄色。有可能小云说的对，麻辣。麻辣。在想对，因为他讲他有吃我过。有吃过。哎，如果是麻辣螃蟹哦，对我们2个拜他做神， OK，第三小个食神。小食神。创意料理，我们3吃客来喽！哇，哇，这里。哦，特别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品尝我这一道我特别设计的咸蛋肉松蟹。蛋肉松蟹。师傅啊，呀，哇，师傅啊，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这个螃蟹是我最喜欢的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煮法，咸蛋肉松螃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由你们慢慢享用。好，谢谢，对，OK。太有创意了。带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咸蛋味就很浓很强，这样直接就闻得到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它旁边都放了这些都是可以吃的，是 edible flowers 来的。我用咸蛋跟肉松去调制这个料理，是因为来自粤菜的一道菜叫做避风塘螃蟹。我的想法是因为本地人都很喜欢肉松，所以就把它去呈现在另外一个层次感，跟螃蟹也是本地人比较喜欢的。我把它们融入在一起，做成一道比较创新的料理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有没有可乐？可乐，可可乐没有，可就有，可乐没有，可就有，我看到。可有啦。才早上对吗？哇，我跟你我怕那个壳啊小。弟弟，可是你应该改等一下变你的看法。任何螃蟹都有壳，没有，可是我这样看啊，有可能真的是没有壳哦。我觉得有可能那个钱哦，这就拿壳拔出来之后对对，对它拿上去炸，你直接这样可以吃下去了。我觉得啦，用手拿，哇哎，没有壳哎，真的没有壳，真我的，绝对是有壳真的骗你的，有如果是壳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它外面这一层哦，他们炸出来真的是非常香。对你咬了这个肉啊，嫩嫩的，对吗？然后你外面要一层哦，咬下去哦，那脆脆的口感，哇！它的味道有一点比较接近那个咸蛋螃蟹，咸蛋螃蟹。但是因为咸蛋螃蟹他们是用咸蛋去，他们没有炸到这样脆，所以再加上现在肉松的味道，就是真的很有创意。其实这样的吃法，我觉得就让这个螃蟹很有层次感，对吗因？为它有3种不同的味道在里面。对，前面、外面你会吃出那个肉松跟咸蛋的味道，那么再下去呢，你就吃到螃蟹肉的鲜甜味。咸跟脆脆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位弟弟呢，一边吃到他没有话讲了，无话可说，对，因为太好吃是吗？可是你还是要说，给说一下。这个我真的没吃过。那个肉松还有那个咸蛋的搭配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哦，很香，对吗？真的。还有呢，我这个对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壳很容易拔。哦，也对，我对也想说它的那个壳壳。很容易很容易拔，拔很容易拔。可是说真的，他们摆盘的方式真的是非常漂亮。他们用的这些花跟这些菜哦，其实是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吗？是 edible 这 flower，个是点缀的，是点缀特。地是用来点缀的，真的是可以吃真的的吧？真的是可以吃，我没有骗你。做这道菜，我们选用的是800到1公斤的螃蟹，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调制的面糊拿去炸。在炸螃蟹的时候，只能炸到7、8成熟，让它里面慢慢的受热。这样的话，螃蟹本身的话会比较juicy。这一道螃蟹也是让一些不喜欢吃太辣的朋友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，因为里面只是加了一些咖喱粉去提香。
在摆盘方面，我会使用一些食用花，还有一些豆苗，让整道菜更有美感，更吸引人。油炸的时候，如果是火候拿捏得好的话呢，你看它的这个腿里面的这个螃蟹腿里面的这肉还有，就可以吃到那个香脆的味道。但是对吗？我发现到这个螃蟹对吗？我只吃到肉松，没吃到那个咸蛋。有，因为那个咸蛋是没有那么浓，因为如果太浓的话，我觉得它会盖住那个整个味道。因为咸蛋的味道其实是很重的，所以如果你放那咸蛋放很多的话呢，有可能那个肉松的味道就不在了。这个菜肴我真的是没有想象他们可以这样做出来，因为你懂肉松吗？肉松通常我们都是配饭啊，不然就面包肉松面包，然后这一次就是搭上肉我觉得哇很不一样。搭上这个螃蟹螃蟹蟹肉。你知道肉松，我经常会吃。哦，你配什么来吃？全部都是肉松来了，所以你会搭配饭吃。对。哦，这个是我全部螃蟹吃过最 unique 的。OK， 对，好，特别，对当然，这个是一定是最特别。来，哇，吃了之后更有力哦。真的有力啊！快点，美食在等我们了。哇，真没有想到螃蟹可以这样做法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。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创意料理。可是真的说到螃蟹哦，那虽然螃蟹是好吃啦，可是我们不能每天都吃。你家里很有钱呐，1公斤20多块，你成天吃啊？有些人就是可以每天吃嘛。没了，不要太常吃。对啦，不要吃太多，因为呢，它有高胆固醇，就是那些过敏体质啊，或者是心血管病人呢，就应该避免它。对，还有敏感的人也不可以吃哎。对，我妹妹吃了，每次嘴巴肿。可是她肿了之后，她还会继续吃嘛？她不敢吃，不敢吃了。对啦。可是螃螃蟹也是有它的好处啦，就是它有高蛋白质，而且呢，它能促进这个新陈代谢。重点是哦，它也是可以帮助你们的免疫力 （immune system）。是哦，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吃哦，伤风感冒吃的话，很难消化，会影响到你的病情的。哦 ，OK。对。第3道呢，他们会给你吃茶碗蒸西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制作组给我们这个螃蟹这个食材我跟你讲，应该主食来的，应该不会那么少，不像那些有些东西太少的话，本来是主角变成是配角。少说话了，我们来看啦。他叫我们少说话，快点看。OK， 你开了没有？给他看，给他塞，我们得给他塞。3。哇！给他看，他应该会知道。螃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买来的嘞，是因为我们制作组的同事自己做的。对，应该是自己做的。可是小的螃蟹哦，我问你，这2只螃蟹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绿色。一个是对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绿色。错，一个红色，一个比较肥，一个比较熟吧。错，一个是公的，一个是母的。错，一只是熟的，一个是生的。对哦，因为螃蟹煮熟是变红色哦。对。这个煮熟的是红色的，这是刚刚在巴萨买回来的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。有下面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没有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他很厉害嘞，他去开下面看看有没有。下面真的没有螃蟹都已经告诉你了。所以等下你要说出这个了。到了那边的时候，我们不懂要去哪里啦。到了那边的时候，你就问他这个跟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？就可以了。螃蟹横行霸道，它会走到哪里去？哇！来西food啊！哇！眼前一亮，看到了。对哦，这边。哇！哇！这么多海鲜啊，还一格一格的。对，很多
我们过来这里了，我们问他了，来来来，你好，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我叫 Darren。哦，Darren，这里的负责人。很多海鲜耶。对了，我们来这里了解螃蟹就对了啦，我闻到这个对马克的味道，味道很浓的。对，那这个肉蟹是来自于哪里的？他是斯里兰卡，哦，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哦。其实不止斯里兰卡有嘞，我听说马来西亚、越南都有。啊，马克来自很多国家，可是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斯里兰卡的？斯里兰卡它肉质会比较甜啊，哦，肉质比较甜，而且比较结实。对呀，对对对。我一个问题要问对吗？这种 mark crab 对吗？是可以吃生的吗？马克最好是不要吃生的啦，煮过好。煮了之后再吃了，不要生吃了。可是我很好奇哦，就是储存这个马克的方式是不是要特地这样做？看起来好像下鱼这样哦。就是这样子哦，它会保持它那个温度啦，就比较凉爽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看过，有时候在外面在卖的，可能他没有这样的设备，对对他是用一块这个麻包袋进了水之后盖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我还有一个不解之谜了，我小的时候是听老人家说，这个螃蟹怕蚊子，因为蚊子一叮它就死掉，一死掉就不能吃，因为有毒素嘛，所以每次都是有盖布啦，或者是把它盖住，是不是真的？这个是传闻呐，因为我们放在缸里有水嘛，变了它就没有蚊子。我有一个问题对吗？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几膏螃蟹。我们现在有3种螃蟹，今天。好，我们走过去看吧。来。 OK，来。哎，Darryl，你们这里也有卖美国的这个面包蟹啊？这个不是面包蟹，这个是珍宝蟹。珍宝蟹？对，珍宝蟹跟面包蟹不一样啊。这个不一样。来，你看，如果是讲那个面包蟹来讲的话呢，它的钳子呢是黑色的，这个呢珍宝蟹它是白色的。那你们是怎么确保就是运送过来的时候呢，它还是新鲜的？渔夫捕捉它们起来过后呢，他们会处理好，放在箱子里面，就那种保温箱，然后放一些冰块在里面，保证它的温度，然后会运输到机场啦，就差不多30个小时里面要到新加坡。哦，难怪冰鲜的了。要捉一下看吗？对，可以。他最爱的。OK。我想拿这边。啊，你给镜头看一下，你要转过来这样，然后转过来看一下，在水里看不清楚呀，对。哇，狗狗，我可以问一下对吗？怎么分别如果这是母的还是公的 ？OK， 公的话呢，它这里是一个三角形的。OK， 如果母的话，它是一个圆形的。螃蟹都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是公的，那么这里有母的吗？没有分辨。这里没有母的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来自美国的啦，就美国那里它会比较严格。你去市场上看，通常都是公的。母的要传宗接代，不能抓，重男轻女。我再介绍你们另外一种螃蟹。好啊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 ？OK， 这个是象拔蚌，它是来自美国的啦，我们也可以叫它加州蚌。哦，那象拔蚌的吃法有几种？我知道有2种。哦，2种，哪2种？其实是3种。哦，有3种。对，就是生吃、白做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还有炒。哦，炒，我没有想到。它们的口感会比较脆啦，通常它们是拿来做刺身比较多。是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会喷水？为什么会喷水？因为它会呼吸，它呼吸的时候就会喷水，然后还有就是受到惊吓的时候也会喷水。那我想问，它有没有眼睛？这个没有眼睛。哦，没有眼睛啊，我以为有眼睛了。它只有鼻子没有眼睛。只有鼻子，只有嘴巴没有眼睛，才可以喷水。我可以拿一下吗？我可以拿一下吗？没问题。谢谢。你抓住它，小心哦，等一下要喷水哦。今天玩得很快乐。对喽。他又拍照。你不要让人挤它，你挤了它，你要买它。是吗？不要挤。OK 了，好。OK 了，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看螃蟹。对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去吧。对，还有一种的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就这里。花蟹。对，这个是印尼的花蟹。印尼的花蟹。对。这个花蟹有什么特别？花蟹呢，它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它的外壳会比较颜色比较鲜艳，然后还有花纹哦。不过它跟那个肉蟹呢，它的钳子会比较小一点。可是我发现到它的花纹哦，真的有不一样，有些会比较多那个白点，有些比较少，有原因的吗？有，因为这个白点比较小的呢，这个是母的；如果是讲这种要颜色比较鲜艳的呢，是公的。哦。可是你最好也是看它那个。对，看它下面那边啊。我可以拿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
他就是有这样的兴趣。好奇的小男孩。OK， 这个所以这个对吗？怎么分别？如果哦，这个是母的，这个是母的哦，这是母的，圆的就是哦母的。 ，OK OK，有三角形的吗？那狗狗再拿一只公的给你看，OK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两只比什么分别？你看看，哎哦，OK，OK 不是叠下来，你看这样，来给 OK，OK 观众看一下啊，这样懂吗？ ？OK，尖的就是公的，圆的就是母的。我听说，因为其他的螃蟹死了之后就不应该去吃嘛，然后花蟹死了之后，其实还可以拿来吃的，还是不可以？最好是不要咯，最好是不要。可是我们在巴萨买的通常都是不动的啊，不动就已经死了，还是它还没有死？哦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哦就是螃蟹呢，如果它还没有死之前呢，我们拿冰盖着它呢，能确保它的那个新鲜呐。可是它就自己死的话，我们没有盖冰的话，它就不新鲜哦。所以虽然是它们已经是没有生命的迹象，对但是它有这个冰保温啊冰鲜它就是还可以吃。对。哎，但是狗狗，你讲有3种而已对吗？但是我也看到第4种嘞。你看的是哪一种？那个是大只的。哎，但是狗狗，你讲有3种而已对吗？但是我也看到第4种嘞。你看的是哪一种？哇，眼睛那么厉害来哦！看一下吧。哇，很大只。哎，呢，狗狗，你看，就是这个 crab 咯。其实呢，这个是帝王蟹，它跟螃蟹是不一样的啊。螃蟹呢，它有8只脚，这个只有6只罢了。哦，你没有讲，我也没有发现到，我真的就有6只脚哦。它对跟寄居蟹其实是比较接近啦。哦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跟这个还有一种叫 snow crab 有什么不一样？ Snow crab 呢是日本的。哦，哇，我今天才知道原来 snow crab 是日本的，哇，不好意思。就是因为从日本来的，所以叫做 snow crab。可是他们的肉质其实肉质啊，对，是一样吗不一？样的。这个呢，它会比较肉比较多，那个呢肉没有这样多。可是那个 snow crab 不会那么大也是啦，比较小啦，比对这个帝王蟹还对，它小是。比较瘦一点的。哎，那这个螃蟹有多重呢？差不多2.4 kg 左右吧。2.4 kg，你们这边1公斤已经卖到蛮贵了，原因的吗？为什么这个螃蟹会卖到那么贵？就是在500米到1000米的那个深海里面生活的，所以捕捉会比较难。就比较深啊。对，深海的，对，哇他们好像去捕捉这些螃蟹的时候，有很大的船是吗？对。我们因为他们进去那里也是有限时的。这样我发现你们这边的海鲜蛮多种、蛮齐全的。为什么你们会选在这种地方开店呢？因为我们是做批发活海鲜的，我们有提供本地的一些餐馆啊、酒店啊，或者大型的超市啊。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跟这个大大的螃蟹拍照。没问题的。哦，我直接来哇！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赢了，OK，我拿这个2个。呀 OK，拿着这个哦，对，我们跟镜头讲 hello， Hello，耶！哇，小心哦，哇！今天的收获最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谢谢 Daryl 今天带我们了解这么多种类的螃蟹嘞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还要去吃我们的第3道了。对啊，我们要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再买一见。只带回家。不要，不要，先走。 OK，来，你没有问我好玩吗？哎，你问吗？可以吗？我不会开了。我开，来。真的很累哦。 OK，来，哎，真的很累了。我看这个东西开花了。啊！哎，问一下对吗？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的，螃蟹，整个螃蟹是可以吃的吗？哦，没有。那个是错了，是有些部位是不能吃的，就比如它的鳃，因为你呼吸的地方嘛，通常那些肮脏的东西会进到里头，然后就鳃不可以吃。还有肠跟胃也不能吃，因为里面有粪便、有脏的东西，对，排泄物啊不可以。对，还有在螃蟹的膏中间有一个6、9型的东西哦，那个是锌，不要吃。
因为在中医的角度，他们也不建议吃，因为它是属于寒性的。除了这些部位不能吃以外呢，死的螃蟹也不能拿来煮。对，因为它死了之后呢，它体内的细菌会繁殖，然后有些细菌呢就会有毒素，即使你拿去煮了之后呢，也是不能去除这些毒素的。因为螃蟹一死，它里面就会产生细菌。对。然后那个螃蟹死了多久我不知道，那个毒素是这个螃蟹死的越久，它毒素是越高，所以其实吃了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。OK，要不然我们去开吧。啊？我真的，嘿，人家都在提醒我们嘞。这个最后一道应该是小朋友的，所以老实讲也难怪他了，因为这个是属于他的。对喽，小朋友的，可能有惊喜。我觉得一定会有惊喜，因为刚才那个第二道已经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吃了更多螃蟹一干一湿啊，现在不能变成什么了。OK 了，来 ，OK 了，这可以开了。哇，又是馒头，又是馒头，是吗？可能不是哦，可能不是，你拿来摇一下，可能不是。哎，你声音一样哦，没有换哦，没有换，忘记换，哎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包没有，这个不是包，这个是面粉做的，好像银丝卷。哈，有一个馒头是我们叫银丝卷的，有一点像。但是它为什么放一些绿色，好像菜之类在里面？银丝卷是什么？就是馒头，他们北方人吃的银丝卷，就是它有一丝一丝这样，其实也是好像跟馒头一样，它打开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层次的。然后里面有馅料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空的，所以不太像。可是他用银丝卷里面包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就是那个蟹肉，他们拿蟹肉就直接把螃蟹里的蟹肉全部拿出来之后，做成拿去煮啊，然后就拿成做成球啊丸，蟹肉丸，蟹肉球。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绿色的？没有啊，又放一些香菜。香菜，不然的话味道太淡了，可能。你们觉得吗？可能这个是那个包，然后里头就是那个蟹肉的料，现在变成包了。啊，对，你打开讲，看那有没有蟹肉的。蟹肉包，不是蟹肉丸了。ice cream 吗？会有可能跟dim sum关的吗？没有，不会，因为刚才我们拿馒头跟dim sum都没有关系。那个是炸过的馒头，现在是白馒头。什么？等一下就知道了啦。哇！我们的辣椒软壳蟹包哥，请慢用。OK， 你还不要快点，谢谢老板，因为你不用剥壳了哎，谢谢你。虽然不用剥壳，但是还是有壳，但是它是软壳。谢谢，来，我们每次都会被制作组误导，你看。好像跟我们那个玩具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玩具上面还有那个绿色的，一点那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它现在它就变成在下面，所以你说你要当私家侦探，我们还是要再多动脑筋，因为我们当不了天马行空的给暗示。来，哇，我觉得整个真的很适合小孩子。对，真的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包，然后就这个软壳虾，软壳螃蟹，还有这个菜就可以了。虽然是简单，但是我相信吃出来的味道不简单，一定不一样，很多很丰富。你看菜、软壳蟹，还有酱汁，对，这不是什么，而且我一摸。我发现它的包的这个皮很软，很软。我刚才按的时候也是，现在还有温度，我们赶快试一下。compared to 外面的包子，我们的包子的特点是我们不粘牙、软，还有没有放防腐剂，而且我们是纯手工制作的。我们放面粉、baking powder、yeast、糖、水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捏成包子。过后要等30分钟，再等它发酵，然后我们才可以放去蒸炉，蒸一个15分钟，过后这个包子就完成了。哇！哇！这个外面的这个包的皮呢很软，
很细又很绵，可是呢，在中间的螃蟹是很软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这个软壳蟹它炸得很好，对很脆很香啊。对，很脆。我以为咬下去的时候咬到那个螃蟹的壳会比较难咬，因为那个壳比较硬。可是没有，它炸出来的时候那个软壳真的是你一咬下去就直接能咬出还有来。那个我跟你讲，这个螃蟹对吗？整个都可以吃了。因为我观察了市长一阵子，觉得这个软壳螃蟹很适合我的包子，所以我才选择这个材料当做是我的一个菜肴。我们材料有番茄酱、辣椒酱、辣椒粉、酱青、糖、盐，然后我们再把玉米淀粉勾芡，然后我们再倒入水、鸡蛋，然后再煮了大概1个10分钟，然后这个酱料就完成了。过后去准备螃蟹沾炸粉，然后放在炸锅里面180度，然后炸一个5分钟。5分钟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螃蟹拿起来，淋上我们的辣椒螃蟹的酱汁，然后夹我们的包子，然后这个步骤就大功告成了。那个蟹膏啊，蛮多的，你看。哎，有蟹膏啊，哦，有，它那个软壳蟹蛮多的。我这样咬下去的时候，这么黏的，你可以吃到。这个应该不是膏哎，不是膏咩？不是。是啦这个，软壳螃蟹这么久，应该就没有膏。不懂，我真的还没有。是啦，不懂吃不吃了。可是但是它的那个酱哈，它那个酱有小小的微辣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合小孩子的。因为从颜色你看起来就知道了。是。因为第一道是有点比较辣，那个口味比较重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淡，没有那么辣。我觉得这种是很适合小朋友吃的。对这样淋上去的时候又很香。还有呢，这个包跟螃蟹那个包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是蒸的，螃蟹的包是炸的。螃蟹的包，馒头，对。你一直讲螃蟹包的吗？辣椒螃蟹的包，辣椒包馒头，因为馒头跟这个那个口感很不一样。还有，我觉得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很特别，因为通常我们吃辣椒螃蟹也是有馒头，真的馒头，对吗？可是这个是这样 upside 的那种包对喽对喽，这有特色。但是他们用真的馒头，然后放上这个软壳螃蟹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道啊，真的很适合小朋友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老人家偶尔吃也不错，因为这个很绵很软，对，也不硬，软而且这个那个包啊，它就是因为它那个酱渗透进去那个包，哇，等你吃那个包的时候，那个酱全部在里面，很 juicy，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很 juicy。但是它的酱竟然没有抢过包的味道，对，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。因为有时候很多酱放太多，变成这个包的在食物的味道。我吃了这个软壳蟹包，对吗？吃了不会说很饱。对。它就嫌也就是说可以拿来当点心来吃，对，可以当点心来吃。所以你还不要吃多一个？我要打包。打包，霸气，很霸气，口味很大，对，不愧是主角，你看。哇吼，吃完了，太好吃了，我们吃到吃完了。幸好你没有用手套不然呢你不能舔那些酱。哇！志成大哥，为什么你的姿势这么可爱的？是上面的，不是可爱，因为这螃蟹跟它打架是这样的。哦，我们通常是放在旁边的嘛，那你放在上面是这样的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有口福啊，是因为我们吃到了3道，就是用螃蟹，可是用不同煮法来煮出来的螃蟹。第一道是我们的传统料理辣椒螃蟹，第2道是我们的创意料理咸蛋肉松螃蟹，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软壳蟹包。那书成大哥，你最喜欢哪一道？坦白说，今天3道菜呢，我都很喜欢，都各有特色，而且又很好吃。哎呀，不过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所以我还是钟情我的传统美食。就是那个辣椒螃蟹，因为他今天的这个选材就是他选的这个螃蟹，非常的新鲜又很肥美，再加上哇，它的肉质很厚实，再加上什么香辣甜的酱汁，哇，真的是太可口了，完美啊，完美！我的味蕾有再次被打开。OK， 那到你了，小渊，你最喜欢哪一道？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传统螃蟹。传统的辣椒螃蟹，我还以为你会选第3道哎。因为对吗？辣椒螃蟹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煮法。
哦，就是最传统的啦。你最喜欢最传统的煮法？我就是喜欢传统的煮法。啊，这么小就跟我争了，你就懂得什么叫传统了？可能受他爸爸影响。对，我觉得。可是讲真的，因为我是会选第一道，因为它的酱真的，你看里头他们用的那个材料真的是很多，你吃的时候那层次感，对吗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辣椒螃蟹是我们新加坡的国菜，你是不是？对所以今天就我觉得很特别，啊传统其实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对历久不衰。而且呢，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口福了，吃了那么多螃蟹的料理。那我们下个星期会吃什么呢？对，吃什么呢？那我们3吃。下星期见。